我今天要吃100年的美国营养午餐，探索最美味的以及这100年的最恶心的选择。从1910年代开始，只需要花费1元台币就可以有炖水果、蔬菜汤、面包，还有牛奶。这是什么？在这段时间，美国正在打第1次世界大战，我们的士兵要吃很多肉和谷物来保持强壮和健康，所以我们给这些士兵送了很多食物，所以剩下的就是便宜水果和蔬菜。我知道以前比较穷，但是一定要吃这种的吗？这个是什么啊？好臭！它好像是豌豆做的汤。哦。这个真的不行，那试试别的吧。这个好像是罐子的水果，怎么会那么臭？还好，比这个好很多。面包呢？很干，超干的。我觉得我给1910年代的菜1星，赶快给我下一个年代吧，这个没办法吃了。现在是1920的年代，第1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，美国是少数没有被战争完全摧毁的国家之一，这也让美国经济开始赚很多钱。美国在给更多人工作方面做得很好，这也将会为美国带来更好的技术。这意味着我们的食物比10年前的更好，应该吧？在1920年，只需要花台币2元，你会得到米布丁、牛奶、橡胶还有豆汤。所以你跟我讲这个是什么鬼东西？牛奶。用牛奶煮米，听起来很恶心。牛奶味好怪怪哦。谁要用牛奶煮米饭？不直接煮米饭就好了。至少没有比刚刚的难吃。好，试试这个豆子。豆子还可以，可能要把豆子跟这个米布丁一起吃比较好。他们以前是这样子吃吧？这样子好很多吧？我觉得这个没有比1910的难吃，可是这个也没有那么好，跟我上学营养午餐完全不一样。你以前的学生怎么过的呢？就应该给他2星，去下一个时代吧。在1930，我们进入了所谓的经济大萧条时代，很多银行倒闭，所以人们失去了所有的钱，非常多人也失业，很多家庭失去了家，不得不住在街上。当时的学生午餐价格大约3块钱台币，这就是当时学生得到的午餐，画上酱塞洋葱、蔬菜汤、水果罐头，还有水。你是认真的吗？这个是什么？我以为本来要进步，可是怎么感觉越来越烂？这个果汁酱看起来最不难吃的，还可以。好，试试汤吧。这个，你怎么煮这个汤呢？蔬菜汤和10几年前的完全不一样，这是用洗蔬菜的水废物利用做成的汤。你洗蔬菜的水，然后放进去吗？这个是 peanut butter 吗？哦，天哪，味道好臭。Oh my god！ 以前的人怎么过？在1930年代，能吃到这样的食物是很幸运的，因为许多家庭必须去政府设立的食物银行排队等候好几小时，只是为了得到1碗食物，很多人甚至被饿死。这个0星，去下一个吧。在1940年代，美国进入了第2次世界大战，这也结束了大萧条。因为现在的工作比以往都更多，尤其是制造武器，非常多的美国武器。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学校营养午餐费用大约是台币5元，他们可能会给你白菜和面条、马铃薯泥、番茄汤，还有牛奶。里面怎么都是蔬菜？就像第1次世界大战一样，我们把所有的肉和小麦都送给了士兵们。但是这一次，为了解决短缺问题，越来越多的学校打造自己的胜利花园，就是他们在学校种植蔬菜的地方。那时大约有2000万个学校花园，他们种的蔬菜占了美国40%。先试试马铃薯泥。有点干，但是跟上个10年比起来好很多了。先把番茄汤加进去面，还不错。没想到我们加入世界大战会让食物变得那么好吃。
我给这个3星，还可以。好，我们现在去下一个10年代吧。终于，1950年代，美国没有战争或饥荒的10年了。政府启动学校午餐计划，他们给学校送了很多农场食物，以及给学校更多的钱，购买更好的设备和雇更多的员工来烹饪更健康的食物给学生。刚开始听起来很不错，对吧？但几十年后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灾难。我们等一下就再讨论这个。但现在多亏了政府的资金和食物，学校午餐有了更好、更健康的选择。在1950年代，一般学校午餐费用约台币9元，你会得到肉饼、玉米或面包、布丁和牛奶。哇，这么好！现在什么都有了，这个太完美了吧？美国政府真的是好人，给我们那么美味的食物，绝对不是因为他们需要健康的人加入军队，万一又有打仗，对吧？对，太开心了，不用吃那个洋葱花生酱了，也不用喝蔬菜汤了。这个好像是美国的 meatloaf。还不错，其实蛮像汉堡。试试这个布丁，因为这个肉饼我觉得很好吃，我就给这个3.8星，会有更好吃的，但是这个已经非常好吃了。在1960年，当时科技已经够先进，几乎每个美国家庭都开始使用电视，你可以在你家里看到美国第一个登上月球。所以随着所有这些科技技术进步，学校午餐也变得更好了吗？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更好。1960年的营养午餐只需要台币11元，你会得到披萨或 Sloppy Joe、玉米、果冻和苹果汁。怎么开始有披萨了？有点变形的，怪怪的，跟我学校给的一模一样。这个是 Sloppy Joe， 这个我小时候也会吃，里面都是绞肉跟酱，还不错。但是美国怎么开始给披萨呢？这个应该是给孩子吃的吗？因为那时候快餐变得非常流行，它也是还很新，很多人还不知道它有多不健康，所以学校开始尝试像披萨这样的快餐，这也是永远彻底改变美国社会饮食的开始。还不错，小时候不会太挑剔，味道好就好了。汉堡还可以，好试试果冻吧。还可以。好甜啊！苹果汁应该那么甜吗？我觉得应该给4星。美国开始给孩子吃披萨真的是很赞。越不健康，星星越高哦。对，越不健康，星星越高，因为越好吃了。在1970年代，可以说是美国的全盛时期。10年来，几乎每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。Pong 是最早在全美国流行的电玩游戏之一，还有大型电影特许经营权，甚至亚洲文化也受到欢迎。然而，学校午餐并没有改善，实际上情况变得更糟，一个蔬菜都没有。这个越来越像我小学吃的，大约20台币就可以获得起司汉堡、薯块或薯条、1块饼干，还有可乐。好，试试我们的汉堡，看起来好好吃。跟我学校的一样，感觉我回去5年级了。看起来美国越来越不健康，可是食物越来越好吃。好甜哦！台湾学生可以吃这种的吗？当然不行。难怪我以前那么胖。我觉得我给这个4.5星，太好吃了。越不健康，心越高哎。对啊，美国的文化就是这样。虽然这种食物可能相当不健康，但接下来的10年里，情况会变得更糟糕。让我们看看下一个10年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哇！在1980，典型的学校午餐大约只需要30元台币，它会给你披萨或热狗、薯块、布朗尼，还有可乐，还比下个10年更油、更不健康，好厉害啊！你还记得1950年代政府帮忙制服学校午餐的事吗？在新任总统这10年当中，他把午餐的预算削减了约10亿美元，这意味着学校无法再供应健康的食品、工资和设备等等费用。由于要用很少的预算养活这么多的学生，学校就需要一个更便宜的选择。养活很多人的方式是什么呢？当然是素食餐厅的加工食品。必胜客和麦当劳等等的公司开始与美国学校合作，以学校负担得起的费用卖便宜又快速的食品给学校，这让学校的快餐变得更多、更受欢迎。这个有点多，感觉我快吃不下了。好，它有点干，跟我以前吃的很像。我小时候超级爱吃这个热狗，然后 brownie 也是跟小时候吃的一样。
巧克力味。说实话，我不知道应该给这个什么，这个超级不健康，可是超级好吃。我觉得应该是给4.5星。什么？4.5星。对，所有这些快餐都提供给美国学校的孩子们，越来越多的问题开始出现。我们现在到1990了，网络开始广泛流行的地方，武术电影在美国也广泛流行，许多美国孩子都认为所有亚洲人都会功夫。Oh my God, it's Jackie Chan! Oh my God, it's Jackie Chan! 单说到学校的饮食，What the hell？ 这是麦当劳，大约台币48元，他会给你麦当劳、必胜客或 Taco Bell 一种墨西哥风味快餐。你给孩子吃午餐都是麦当劳吗？到1990年底，素食已经完全融合美国文化了，将近80%的美国人每月至少吃1次快餐。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孩子开始看起来像这样，导致糖尿病和心脏病、肥胖等等健康问题。OK， 不错，我大概知道为什么还是给我苹果，因为那时候很多爸妈开始骂他人太不健康了，你怎么会给我孩子素食、炸薯条那么多垃圾？所以麦当劳跟其他的快餐就觉得好，那我们就把它变成很健康，给你一个苹果，就解决所有的问题了。跟汉堡一样啊。我第一开始搬到美国，刚发现薯条是什么，超爱吃薯条。虽然上个10年也没有那么好，但是这个我觉得太夸张了。有苹果，我觉得也不会改什么，所以我觉得就给2份吧。虽然很好吃，但是太油了，怎么可能天天吃这种？好，下一个时代是我终于搬到美国了，所以我们看看我的年代到底都吃什么。哇，跟我小时候吃一模一样。所以在2000年，一般的学校午餐花费将近60元台币，你可以拿炸鸡柳、糖果、薯条、雪泥冰沙，还有一点水果。太厉害了，太不健康了。没有，这个已经是最健康了。好，先吃一下吧。超好吃。什么味道 ？Blueberry， 跟小时候一样啊，很流行的糖果。学校怎么会给糖果啊？我咋吃？学校给什么我们这种开心吃。这种糖果是软糖，然后它是这样子吃的，然后就放进去嘴啊。整个人生，孩子的人生都是吃垃圾。对，素食都是养孩子从小到大喜欢吃他们的食物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中餐很正常啊。因为刚刚的是我小时候都爱吃的，我就给它5星。去下一个吧。下一个就是2010的年代，午餐大约为台币71元。典型的午餐类型是鸡肉三明治、煮熟的绿色蔬菜或水果、果汁和布朗尼。哇！这个还比我以前想象的健康，都是水果蔬菜，连汉堡也改了，对，越来越健康。因为政府制定了无饥饿儿童法案，这不仅让学校有更多的钱来购买更健康的食物，他们也定制了规则，逼迫学校提供更多的水果和蔬菜，所以食物更健康了。好，我们试一口，我觉得这个可能太健康了。很普通，鸡肉汉堡还可以，试试蔬菜。我觉得这个比较健康，可是觉得孩子应该不会想吃这个吧？亚洲孩子会天天吃这个吗？对啊，你们没选择。就是学校通常都会给固定的食物，不是像你们可以选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我觉得这个健康很多，我给它3.5星，就是吃还可以，有一些太难吃，但是有一些比以前来说好很多。好，那我们看看现在的孩子都是吃什么吧。现在让我们进入最后10年，大约花费90元台币，你可以获得玉米饼、生菜、面包、巧克力饼干，还有牛奶。No, God, please, no, no! 看起来还可以。虽然过去的100年里有很多的变化，但即使现在还有一些美国学校给孩子们提供非常恶心的午餐。Definitely would not feed that to my children. I'm not sure that I would feed it to my pet. 所以这个好像是他们模仿墨西哥的菜。我小时候他们也偶尔会给我这个。我小时候最讨厌豆子，然后我记得到一天我没选择，一定要吃一个墨西哥的豆子，然后发现还不错。你们在台湾会把饼干跟牛奶一起吃吗？不会，我们只有 Oreo 才会。哦，我们都会，我们喜欢把巧克力饼干跟牛奶一起吃，还不错。但我觉得2020还是很不错，有健康更不健康的都有，所以我就给它4.5星。所以我想知道，你觉得这些美国营养午餐跟你们的相比怎么样？如果你是美国的学生，你会吃吗？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，我们在下个影片见。